民政党最悲哀的地方，想要成为反对主流的力量，只是想成为第二个国民党跟民进党。民众党的上层已经开始跟社会的规矩做妥协，下层依然没办法妥协。本色被人家知道，下层必然会觉得被背叛。民众党既想要社会给予公平的对待，又怀疑社会公平对待这个结构，只能依附特定人物神格之下，不断的诉诸被压迫者的形象，才有办法持续的在蓝绿之外存活的存在。对岸慢慢回到历史轨道，共产主义马克思思想已经融入到原先的中华文化脉络当中。初期的时候很严格，当经济越来越自由，越来越开放，中国出现黑神话悟空以后，表示经济已经发展到民众思想上、社会风气上会越来越开放，必然发生的结果。社会跟思想都开放的时候，政治也必须做出回应，进行改良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台湾难以出现第二个蒋渭水，也难以出现第二个林献堂。蒋渭水跟林献堂存在的时期有明确的国族认同，所以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是争取台湾人的权利跟回归祖国嘛。他们两个其实都有这样的观念。但现在台湾的问题就是，第一个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国族认同，导致了任何的问题会因为国族认同撕裂掉，无法集中固定的问题去讨论。慢慢的你就很难凝聚力量。任何人上来就会变成说，如同跳梁小丑。台湾目前比较无奈的一个地方，很多人都觉得明朝是最黑暗、最落伍、最糟糕的时代。近年来，很多新的研究发现，其实明朝是一个超级自由的时代。而且超级根本没人管做的戏曲哦，尤其是不是设定在以这个唐朝以前的、宋朝以前的戏曲，你会发现它很多时空背景都架设在明朝中叶之后的社会。史艳文就是设定，其实就是在嘉靖之后的明朝啊。文阳皇帝，你具有不敌东西，史艳文就是勇将马上，红颜自由。活力很强，但是有一点乱，乱中又有一点虚，因为政府不管事，明朝就是一个透过宗族结构去掌握整个社会底层，他不管最底层发生什么事情。更重要，明朝还有一个特征，皇帝不敌视民众，有很多有能的皇帝，他们推出来的政策都是惠民的，议论时政。你知道明朝不是有人讲说明朝不准议论时政吗？实际上后来的研究发现，根本不是一般的人不能议论时政，而是只有士绅跟读书人不能够议论时政，平民百姓可以议论时政。刚开始初期的时候很严格，但是当经济越来越好的时候，它就是越来越自由，越来越开放。当中国大陆出现黑神话悟空以后，就表示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高度，是民众思想上乃至于社会风气上会越来越开放。经济推动的，它不可逆也不可避，必然发生的结果。因为不管历史的哪一个朝代，只要经济高速发展，社会必然开放，思想自然会开放起来。当社会跟思想都开放的时候，政治也必须做出回应，进行改良。那你政治不改良，那就是反噬己身嘛，那就很糟糕。我看黑神话悟空，除了说中国自古没有言论自由嘛，其实没有。他在某一方面来讲，他的言论的自由的幅度很高，某一方面的言论自由又很极限，就是会受到限制。有时候我在观察对岸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慢慢回到原本的历史轨道，而不是所谓的什么共产主义啊、马克思思想有，但是这些东西已经融入到他原先的中华文化的脉络当中，也就是马克思跟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外来的东西了，它已经变成内化到中国的一块，它有它的新的解释。我自己在观察，所以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概念来讲，不应该有黑神话悟空了，因为无神论。建国以后不能够有妖魔鬼怪，现在有妖魔鬼怪。黑神话悟空是政府还大力资助。黑神话悟空出来以后，不是一大堆台派的实况主啊，就缄默不声啊。之前那个什么就一直在讲，啊，现在黑神话悟空又什么话也不说，然后就有人有些不是还酸说啊，就黑神话悟空又怎么样？我们台湾依旧可以很厉害，然后就看到有个梗图。不同国家做的游戏，然后最后台湾做什么游戏？100万大富翁博弈游戏。台湾也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，甚至还被称为是亚洲博弈的心脏。答案除了是因为台湾跟中国赌客语言上面比较接近之外，最重要的是台湾的高科技。台湾政府也有投入资金在科技业上，花了235亿做了一个外卖的运送的 APP。黑神话悟空只有花15亿台币。为什么台湾新创产业很难活下来？原因就是因为当你的法律
跟你的政府都在鼓励一些不正当的商业模式时，你要怎么样去创造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呢？讲到经济决定上层建筑，那这些不健康的商业模式为什么会产生？讲白一点，经济跟政治高度磨合在一起以后，经济掌握长期的垄断地位，就会破坏原有的商业规则。反正从小小的柯文哲看到这边，你就知道台湾的乱象其实早在民选化以后就不断出现，但只是越来越恶化而已。对啊，经济决定上层建筑嘛，决定你人生的高度嘛，更多的是处理各种事情跟怎么样让自己更强大的一个过程嘛。民众党困境是在于说，他只能不断的诉诸被压迫者的形象，才有办法持续的在蓝绿之外存活的存在。但你不断诉诸被压迫的形象，一开始你只有4%，当你上升到10%、15%的时候，你就必然触及社会的主流嘛，你就出圈了嘛。你一旦出圈，你就必须跟社会的规矩做一定程度的妥协。但民众党的上层已经开始跟社会的规矩在做妥协了，可是民众党的下层他依然没办法妥协，因为一旦民众党上层真的妥协，他的本色被人家知道的时候，他的下层必然会觉得被背叛嘛，就会离开。这就是所谓两党政治下的一个困境嘛。民众党呢，最后柯文哲一定要神格化。因为千错万错不能是柯文哲的错，只能是下层的错，变成民众党的这些幕僚不断在换，而且柯文哲本身的用人哲学也是这样，人家说这个有问题，他要特别喜欢听小道消息，那他就把这个人换掉，哪怕是蔡壁如他也换掉，也在所不惜。我是不可能回到中央党部去的，本来就是应该要有人到各个地方去开枝散叶。政党编号创党动2号，民众党既想要社会给予公平的对待，可是他一方面又怀疑社会公平对待这个结构，那不就一根筋两头堵了吗？这不堵死才有鬼了。他们只能依附在某个特定人物的神格之下，我命由我不由天嘛，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皇帝。但我又不是那种跟结构对干的人，我是在结构当中寻找向上发展，然后进而可以优良优化这个结构，而不是推翻这个结构的人。这是我的一个路线的一个部分。OK， 在这样的一个路线跟这个成长之下呢，慢慢就积累，所以他怎么冲大水冲不倒龙王庙这样的一个逻辑，而且他怎么讲我就有办法反驳他，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，每天活得跟杞人忧天是很痛苦的，每天活在反结构的生活里面是很痛苦的。民政党最悲哀的地方，他想要成为那个反对主流的力量，他可以不要成为革命党，他可以成为改革的党派，他只是想要成为第二个国民党跟民进党而已。上面想改变，但是下面的会矛盾。